一群韩国特工被祖国招募，目标是刺杀朝鲜首领金日成。得知任务取消，将要面临被祖国毁尸灭迹的命运时，他们把枪口调转，对准了青瓦台。如果你去过韩国旅行，到了首尔，必去的观光景点一定有青瓦台。从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直到今年将总统府搬至别处办公为止，青瓦台一直都是韩国总统的官邸，也就是韩国的政治中心。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任何一份韩国首尔地图都没有标出青瓦台的位置所在，好像生怕别有用心的人会按图索骥找到它一样。按理说，基本上每个韩国人都知道，到了首尔去青瓦台该怎么走，就像中国人到了北京总能找到故宫。那么地图还要如此大费周章的演示，这是为什么呢？韩国之所以制定这样的防范措施，是有过惨痛教训的。历史上有2次袭击以青瓦台为目标，正是第1次袭击促使韩国政府下定决心从地图上抹掉了青瓦台。那是在遥远的1968年1月21日，那时候韩国的首都汉城还没有改名叫首尔。晚上9时许，青瓦台外面的紫霞门山路上反常地设立了临时检查所，一伙韩国军人前行在黑夜中被拦了下来。面对检查，他们自称是防谍队，正要前往孝子洞本部。带队设卡的警察署长暗暗想，虽然眼前这伙人穿着韩国军服，但脚上破烂的黑胶鞋似乎不对劲。他在此之前已经接到上级通知，得知近日有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由北面而来，穿越了38线，形势紧张，不得不防。路障挡住了整条路，在警察身后停下了2辆车。那伙人眼见被拦住了去路，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焦躁，又看到停下的车辆，以为是对方的增援，终于沉不住气。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一马当先的警察署长中弹，当场身亡。剩下的警察反应过来，立即投入枪战。枪声还引来了负责青瓦台外围安全的韩国首都警备司令部的士兵们。战斗是惨烈的，武装分子造成了韩国军警方面的68人或死或伤。不过这31个武装分子之中，除了1人逃回朝鲜，绝大部分都被击毙。仅有1人第2天凌晨在紫霞门外的仁望山脚被抓获。那唯一一个被生擒的武装分子叫金信祖。当他被拉到记者会问到潜入韩国的目的时，竟然毫无惧色地承认，我是来摘朴正熙脑袋的。朴正熙是当时的韩国总统，他有个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女儿，后来女承父业也当上了韩国总统，那就是朴槿惠。这31名校级军官是朝鲜政府从专门实施敌后侦察与获悉任务的124部队里面挑选出来的。1968年1月5日，他们被送到朝鲜西部城市沙磊院进行秘密训练，目的就是直捣青瓦台，刺杀朴正熙。训练结束后，他们踩着冰冻的临津江摸到朝韩边境，在距离美韩联军哨站不到30米远的地方剪断铁丝网，越过军事分界线，潜入韩国。韩国军方得到了情报，也做了部署，只是没想到朝鲜敢死队以时速1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当韩国军方紧急在坡州前往汉城的途中设下数十道防线时，他们已经进入汉城的市中心，只不过因为遇上路障，加上以为对方增援已到，不得已慌张败露，行动才功亏一篑。这就是韩国历史上著名的121青瓦台袭击事件。它虽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却点燃了朴正熙的怒。所以韩国政府随即想出一个大胆的报复计划，那就是以牙还牙，同样组建一支敢死队去暗杀金日成。谁想到事与愿违，历史跟韩国政府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那31个队员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韩国老百姓，他们之中有小贩、擦鞋匠、搬运工、修理工、马戏团演员、拳击手和卡车司机。
也有黑道小混混，大部分是犯了轻度刑事罪的罪犯。之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他们只知道国家有任务要交给他们，如果完成了任务，可以告别不耻的过去，脱离社会底层的生活，当上国家英雄。于是他们就不明不白地被卷入韩国当代最黑暗的一段历史。奇怪的是，韩国政府为什么不找正规的军人去执行这个难度超级的任务，而是去临时拼凑这么一支三教九流的队伍呢？这得从计划的主导者朴正熙开始说起。袭击事件后，被袭的目标朴正熙最大的感受不是担惊受怕，而是怒火中烧。1个月内，他紧急召开了14次会议，讨论如何对朝鲜进行报复。时任韩国中央情报署署长的金亨旭召集陆海空3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多次研究，最后得出一个方案，那就是成立特种部队，利用夜间飞行向金日成所在的锦绣山议事堂投掷炸弹。任务落到了空军头上，可空军参谋长心里明白得很，这和121青瓦台袭击事件一样，基本上也是个有去无回的自杀式行动。金日成所在的平壤到38线的距离是青瓦台的2倍，这意味着行动暴露的风险加倍。再说了，金日成势必能想到朴正熙会反扑，早就加强防卫，等着你上门。空军才舍不得派出自己好不容易训练出的精锐部队去送死。空军士兵的命多值钱了，就这么搭进一个脑子发热的报复计划里面去，太可惜了。那也总得派人啊。于是军方决定重新招募一批人，训练这批人英勇就义，死了也不可惜。那么从哪里找这些人呢？有2个途径。一方面，军方将目光投向汉城的黑帮分子、擦鞋匠、釜山的码头工人以及文商和坡州一带的普通民众，希望一次性就能招募到大量人员。军方许诺的是，任务期间每月发放600美元，每2天抽1包烟，外出和通信自由，把他们当军官候选人，为他们在美国军队找到一份工作等等，反正忽悠人不偿命。另一方面，在釜山、大邱、光州、泉州的监狱中寻找死刑犯、重刑犯，给他们的承诺就简单多了，只要说赦免他们的罪行，还不屁颠屁颠的来报名了。不过后来司法部考虑到，根据法律规定，死囚在被处决后必须将尸体交给死者家属，如果死囚被送往朝鲜，尸体就肯定回不来，这将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军方怕麻烦，就没从罪犯里面招募人。总之是威逼利诱，还有几个差不多是绑架来的，终于凑够了31人。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数字与121青瓦台袭击事件朝鲜派来的敢死队员人数是一样的。1968年4月，这31个注定被抛弃的人被集体拉去仁川西南20公里外一座仅有2平方公里大小的无人岛。小岛的名字叫石尾岛。执行报复计划的敢死队终于成立了。因为成立时间，这31人的小分队又被称为684部队。军方没有向他们事先说明，你们是要去刺杀金日成，是要去送死的。上岛之前，这31个20几岁、30出头的小伙子全部被注销了户籍，这相当于从此在法律上他们已经是死人了。1968年5月，石尾岛上举行了684部队的成立仪式。这时候，除了31个队员，岛上还有负责训练他们的1个军官和30个特种兵。在仪式上，684部队的所有成员统一宣誓，在军队服役期间，无论是否故意，如果我有过失、逃避职责或者以不满、煽动或任何其他对单位不利的情况，我将接受军事刑法规定的任何极端惩罚。如此极端的誓言，仿佛是接下来一系列非人道的地狱式训练以及最终悲惨命运的预告。石尾岛仿佛是地狱。684队员发现岛上等级分明，他们处于任由蹂躏的最底层，中间是特种兵教官，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岛上的最高统治者伞兵军官金纯雄。
军方交给金纯雄的任务是在短时间内将这一批毫无战斗经验的社会渣滓训练成比124小分队更强的特种部队。为了完成任务，金纯雄必须先压迫他手下的教官，再让他们去压迫队员。金纯雄告诉教官，这些队员都是人间垃圾，要么是暴徒，要么是罪犯，虐待他们根本不需要有负罪感。因为岛上实行连坐制度，队员训练不达标，教官也会被惩罚，所以队员顺理成章地成为教官的怒气发泄筒。对那些心肠不够硬的教官，金纯雄用了一个骇人听闻、让人作呕的偏方，命令人从坟墓里挖出死人的骨头，把骨头磨成粉末，让教官吞下，或者拿来泡酒喝。这不仅愚昧，而且疯狂，但是目的达到了。连教官都被虐得这么惨，队员是如何的受尽折磨，也就可想而知了。说几个超乎我们认知的手段吧。他们要被迫和尸体睡在一起，以消除恐惧感。受罚时，脑袋会被按进粪水里，规定时间内没跑到终点，跟在后面的教官队员会开枪挨着脚后跟扫射。钻过铁丝网的时候，教官逮着慢的狠踩，网刺扎在队员身上，血水和身下的泥水混在一起。石尾岛的训练设施能熬下来的，当然变成了魔鬼终结者。他们能熟练地完成一系列上天入地的操作，比如夜间跳伞、水中长时间憋气、山地作战演练等。每名队员每天射击450发子弹，要达到98%以上的准确率，能在10米外用飞刀准确地扎下一个人的眼睛，能全副武装地在海里游泳，山地行军速度能达到惊人的每小时13公里，超过韩国王牌军队的水平。不到3个月，他们已经被训练成完美的杀人机器。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熬下来的，严酷的训练和非人的对待导致了数人死亡，其中有在全副武装4公里游泳的训练中溺水身亡的，也有被活活虐死的。看到同伴的死去，剩下的人只有咬紧牙关。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想跑也没地儿跑。金纯雄虐待教官，教官虐待队员，队员没人可虐待，只能把满腔仇恨寄托在远方的金日成身上。他们也终于知道了，训练的最终目的是要去朝鲜除掉金日成。如果从一开始就被告知训练是为了这个，哪怕诱惑再大，估计很多人都不会同意加入，因为这听起来就是不可能活着完成的任务。但是到了这一步，每个人都知道不可能下岛了，只有往前冲，冲过那片血海就能抵达彼岸。经过3个月的训练，他们已然不是昔日的街头混混，他们变成了一个集体，遭受的一切苦难令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事成后将被免去一切罪过，可以换来昂首挺胸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要的只是一个机会。活下来的人在苦苦盼望复仇之日的到来。终于那一天来了，他们离开了石尾岛。1969年初，684部队被秘密转移到朝韩边境的白领岛，等待出击命令。箭在弦上，国家需要他们，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完成任务后就能得到新生。1年来流的血和汗都是值得的。谁又能想到，猫了1个月，传来的命令竟然不是让他们潜入朝鲜，而是要求他们终止作战，立即返回那个连鬼都不愿待的石尾岛。684部队重新坠入无边的绝望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在石尾岛上挣扎求生的684部队对于外界一无所知。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已经变了。朝鲜重新强调南北对话，希望推进和平统一战略。美国撤回了在38线附近的军队。弱国从来没有发言权，只能因时而变。朴正熙意识到，为了巩固与美国的同盟，他必须缓和与朝鲜的关系。刺杀金日成从强行推进的国家任务，突然就变成了绝对不能做，连提都不能提的禁忌。684部队不再是国家精心打造的秘密武器，而是变成了令那些锦衣玉食的高官恐惧的毒瘤，变成了一张利用完后随手丢弃的纸巾。怎么处理684部队？韩国政府陷入了漫长的考虑之中。既然考虑不出来，干脆就抛到脑后，
渐渐的就没人还记得施维岛了。